小圆和小铁在设计思路上有什么差异，以及为什么？大家好，这是夹头地理。本期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小圆和小铁的差异，但是这两位的对比最近都很敏感。那么为了避免让视频变成拉踩的工具，本期我会选择先叠甲，不是为了防止我被喷，而是为了让那些没有耐心的、浮躁的魔怔人主动离开。Es bleiben im Raum Keitel, Jode, Krebs und Burgdorf. 把和谐理性的讨论环境留给想讨论的人，留给关注游戏品质的人。那么到了这里，我们就开始本期的内容。这个话题的灵感呢，来自于两个游戏的前瞻给我的感受，他们的内容都十分的精彩。但是抛开惊喜的情绪，和网友们聊了一会儿以后，我意识到实际上这两款游戏在设计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那这里的设计，我更多指向的是对文化的运用上面。那么先看小圆这一边，新角色加名是很明显的广东角色，新地图陈玉谷是徽派建筑加茶山的组合。那整个地图的美术完成的很出色，在保持风格统一的前提下，继续深挖传统文化。所以小圆的设计理念，我觉得更像一棵树，它有自己的主干，也就是提瓦特大陆的设定，任何后续的设计都不会偏离这个设定，在这个设定上长出人物、故事、节日，它是固定不变的，但又是在不停深化的，是一种垂直的设计理念。这或许会让他觉得有些乏味，但细细体会又觉得有些耐人寻味。而小铁呢，从这次前瞻来看，无愧那一句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技能语音，他真的很像一个年轻人，挥舞着手中的球棒，不停打碎束缚他的牢笼，拓展他的边界，从科幻的空间站到落后一些的贝洛伯格，再到融合传统的赛博仙州。现在 2.0 呢，给人的感觉是80年代的美国加上当时对未来的幻想。小铁的设计理念是横向发展的，像一年又一年不同的流行文化。事实上小铁的团队冲浪程度确实也挺高，所以他俩对比，我觉得用小圆中一对组合来形容非常合适，就是胡桃和钟离。小铁就是胡桃，小象派暗象打油诗人，整活抽象，热情有趣。小圆呢就是钟离，沉稳，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无趣，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收敛。这种收敛在当下这个市场里反而是很稀有的。当大部分的游戏都在走黑生残路线，都希望整点刺激的来激发玩家的欲望的时候，小圆就好像在戒色。那么是什么造成这两个游戏一个横向一个垂直呢？我觉得原因有很多，我能想到的首先肯定是产品的差异化定位，这是一个很基础的商业选择。其次呢是市场变化带来的必然性。我们会发现当下我们面对的是认知降级，追求的很多东西是钱且多，尤其是在娱乐上。所以小铁的设计是轻量化的，利用碎片时间的。那么为了抓住玩家容易涣散的注意力，小铁的设计就是不断求变，不断创新，不断去拓展边界，做一个不被玩家定义的游戏，用新鲜感去留住玩家。那么这一点上，小圆和它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小圆的设计背后透露着对单机游戏类型的执着，它是产品思维的产物，也就是它只用产品和玩家对话。当然这句话存在一个谬误，我这么认为是因为我的游戏生涯中，主机游戏和单机游戏是占主要比重的，所以我本身就是一个产品思维的玩家，我只关注游戏的质量，所以我会觉得小圆玩起来挺舒服的。而且小圆的种种表现呢，让我感受到他的团队应该也就是这样的思维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牛逼的游戏，但不是讨好玩家的游戏。这种思维模式我觉得导致了小圆垂直挖掘，不断深化一个概念的设计思路。那第三点，我觉得是企业规模的扩大，毕竟要开拓边界的成本也很高，一个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儿，一定是许多人聚集起来，发挥各自擅长的，才能成就一个不断颠覆自己的团队，能创造出更多新奇玩意的团队。从这点上来说，米哈游这几年的发展呢，也算是让小铁的这种设计思路有成型的一个现实条件吧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看完两个游戏前瞻以后的一些小思考。我觉得这两款游戏在文化层面上都很丰富，而且都突破了传统游戏的边界。这两款游戏的体验，抛开游戏本体，还有 PV、动画、二创、社群，
甚至可能因为某些点，我们打开了一些书，学习了一些奇怪但无用的知识。我觉得在这种全方位的体验下，那么一个玩家的游戏体验必然是不会差的。那么今日份的夹头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